续作大年强势来袭，1月开篇3个王炸，咒术回战第3季死灭回游前篇高制作高燃，先别急着在弹幕上悼念老师，这一步演不到那边。话说能不能快进啊？我要立刻看到会赢的，拼尽全力无法战胜，一刻也没有为谁哀悼。真的，有些漫画完结后动画还在播，真的会让人因为结局嘴角上扬啊。我推的孩子第3季，我的妹妹不可能这么可爱，路人女主终于夺回了自己的戏份，高制作高话题，先别急着在弹幕上悼念劳夸，这一步也演不到那边啊。我为什么要说也？话说能不能快进啊？我要立刻看到给自己来一刀的顶级制咒，你知道大家没有那么脆弱，还有抽水鬼巴掌。真的，有些漫画完结后动画还在播，真的会让人因为结局嘴角上扬啊。放纵的福利连第3季评价相当高的一个篇章，高制作高热度，先别急着在弹幕上猜师祖的生死啊，这一步一样演不到那边。福利连其实没啥好吐槽的，他又没有搞个幽默结尾，只是现在蔬菜吃少了，有点写不出来而已。这3个超级大 IP 放在1月其实已经够观众们喝一壶的了，但是整个2026年光是1月续作数量多的可怕，金牌得主第2季当之无愧的超级黑马，拼尽全力取得成功的典范。第2季看这个 PV 就一定不会做的比第1差，无敌魔都精兵的奴隶第2季，这动画我只能说懂的都懂。虽然上色看着有点油腻，但这可是被誉为能接档 To Love 的漫画，哪怕不看剧情都得看看吧。公主大人拷问时间到，第2季想都不用想，这个季度的表情包大户就是这个动画了。光是上一季的表情包产出就足够证明了。说到拷问，这个季度有一个专门讲拷问的动画，打工仔的拷问日常。就你能想象拷问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职业？好像也不是不能想象，这不就克格勃上才艺的环节吗？那你能想象一群人光明正大的在那聊拷问技术，买拷问装备？这个克格勃真办不到，他们一般都背着人。达尔文事变这个动画涉及你能在网上听到的一切被称为主义的生意，主角是一个新型人，围绕着这个新型人展开了一系列的探讨，什么素食主义啊，什么环保动保啊，就你看着有一种哎我去，这还是日漫吗？给我干哪来了？America 吗？BI 终于还是把手伸向了自由的动漫吗？我知道你们听到我这个介绍之后会完全不想看，但我也不是很推荐你看，毕竟这种作品的上限一般都取决于作者智商的上限。万一这动画真的神了，到时候再补也一样嘛，又不是原创动画。暗兽人题材还是卖萌就好啦，比如这个人外教室的厌人教师，讲的就是讨厌人类的人类给半兽人教书的故事。我去，你是水仙女人鱼终于从表里逃出来了吗？靠自己的力量，靠死亡游戏混饭吃。这个我只能说1月必看。这里的这个死亡游戏就类似于之前很火的鱿鱼游戏，而我们的女主是个职业玩家，靠着这个养活自己。光是这个精致的画面和这个美丽的白毛，我高低都得看看这个动画呀。死亡账号，我先不说这动画怎么样，我先跟你说，如果你是一个互联网寄生虫，每天高强度冲浪水群对线16个小时，那你一定要看这个动画。你在这动画里能看到所有的你在网上的生活行为这个动画就没什么特别值得说的了，就是那种赛博除灵，然后你会看到很多很有既视感的这样那样的异能战斗。但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在网上冲浪水群对线的人，那你看这个动画一定会很欢乐的，相信我。这个季度不但有赛博除灵，也有真实除灵。神八小妹不可怕，就你看过之前播过的黑暗集会嘛，和那个差不多，都是一个小萝莉拥有超强灵能力，一拳给鬼打自闭。但据说这个动画里的小孩没有黑暗集会里的那么强，不过看这个 PV 放出来的感觉像是一拳超人啊。话说现在都市除灵靠幼童，赛博除灵高中生，那些灵能力很强的大人都去哪了？排队打速挪吗？能帮我弄干净吗？这个漫画的封面长这样，然后再带上这个标题，你告诉我这是一个女主角帮人洗衣服的治愈故事。你知道我当年被骗的有多惨吗？那天晚上我看了整整20话漫画，硬是没等到我想看的内容。你别管我想看什么，反正我觉得我被骗了。不瞒你们说，我甚至被骗过2次啊 Fate Strange Freak 2次啊！谁家好人一部动画每年只放1集啊？这次应该不会再跳票了吧？之前凯西我有做过一个讲这次圣杯战争英灵的视频，有兴趣可以看看。横天良物的群像倒是不怎么需要担心，但问题就是他的选角每一个人气都高的离谱，感觉谁都不太好退场了。说起来1月是英王就要来了，那个大十字真帅，必要争气啊！我的圣经石帝国日记这个画风给我一种国产动画的感觉，很小清新，故事也有点那种互相救赎的意思，感觉不会是大火的动画，但一定是你看了不会后悔的动画。午夜新旋律，男主停电台，感觉自己被拿
拿下了，然后当河狗考进了电台所属的学校，想要找到那个拿下自己的声音的主人，结果发现类似的声音有4个，以此展开的唐真故事，很熟悉吧？我仿佛看到了伪恋。不过这个男主的行动力比一条区强的不是一星半点。这个季度的唐真是没几个，恋爱动画倒是不少。相反的你和我和名字一样，这里的每一对 CP 都是那种有点极端的相反类型，什么辣妹死宅之类的配对。如果你爱来一口高速甜，那肯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透明男与人类女，这个动画的男主是个透明人，女主是个盲人，那很般配了。恋爱但是啤酒，不过这一次一个不用画眼睛，一个不用画脸，应该能相信啤酒一次了吧？现在多文君是哪一面？女主为了追偶像疯狂打工到了自己偶像家里，发现了自己的偶像除了营业外表的另一面，只能说真的很符合我对追星族的刻板印象了。咱先吃饱饭好不好啊？不过你如果放到现在日本的环境再出这个漫画，说不定就不是偶像，是牛郎店的牛郎了。最后快速过一下前面没提到的，魔王的女儿太温柔了，讲的是魔王的女儿太温柔了，间接拯救了世界的故事。29岁单身冒险家的日常故事就在标题上啊，就是这个画面总让我想起高分少女。平尼也想讨伐魔王，被勇者小队逐出队伍，只好在王都自在生活。意外的有点黑的退队流故事。转生后的我变成了龙蛋，目标是世界最强，成为最强奶龙嘛，那很有意思了。安逸领主的愉快领地防卫，总之就是建造要塞。魔兽世界德拉诺懂吧？你别想把我从要塞里骗出去半步。魔术师库洛能看见一切，盲人魔术师治好了自己，开始造福世界。身为魔族的我向勇者小队的可爱女孩告白，怪物爱上了牧师，队里的房企知道他的治疗要被拐走了吗？淡而不惊的我被逐出了勇者队伍，总之就是退队流呗。地狱模式，喜欢速通游戏的玩家在被设定异世界无双。我已经不想吐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有什么没提到的，欢迎在评论区补充讨论。接下来有段时间应该不会有新番引进了，大家可以自由看番喽。我是凯基，我想和你聊聊动画。